在欧洲北部有这样一个国家，它的人口只有560万，常备军仅约24000人。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现役兵力来看，它都算不上军事强国。但如果因此低估这个国家，将会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误，因为这个国家是芬兰，一个为战争准备了整整80年的国家。1939年11月，苏联向芬兰发动入侵，双方的实力差距几乎是压倒性的。苏联拥有超过45万军队、数千辆坦克和强大的空军力量，而芬兰仅有不到20万装备简陋的士兵。从纸面实力来看，这场战争似乎没有悬念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震惊了整个世界。芬兰军队利用森林、冰雪和极寒气候，将战场变成了属于自己的领域。他们穿着白色伪装服，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中伏击苏联军队，切断补给线，逐个歼灭孤立单位。苏联坦克在狭窄森林道路上无法机动，反而成为靶子。根据俄罗斯官方统计数据，共有167976名苏联士兵在战争中阵亡或失踪。这是现代战争史上一个小国对超级大国造成的最惨重损失之一。尽管芬兰最终被迫割让11%的领土，但它成功证明了一件事：芬兰无法被轻易征服。这场战争也彻底塑造了芬兰的国家战略。进入冷战时期，芬兰采取了谨慎而务实的中立政策，在东西方两大军事阵营间维持微妙的平衡，以确保国家安全与政治独立。冷战结束后，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大幅削减国防预算，废除征兵制度，并显著缩减军队规模，从而充分享受和平红利所带来的经济收益。然而，芬兰始终对东部邻国俄罗斯保持高度警惕，并未因国际局势的缓和而放松军事准备。芬兰成为少数几个没有将国防力量转向规模较小、完全职业化军队的国家之一，而是继续保留强制征兵制度，并将国家防御体系建立在庞大而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基础之上。芬兰每年训练约21000名新兵，这些人员在完成服役后立即编入国家预备役体系。目前，芬兰拥有约28万名可随时动员的战时预备役人员，同时每年约有1万名预备役人员轮流接受复训，以确保其作战能力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。在极端战争状况下，芬兰最多可动员高达87万名预备役人员，这一动员规模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都属于极其惊人的水平，甚至超过许多人口远多于芬兰的国家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芬兰社会对强制兵役制度的接受程度异常之高。近期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，高达73%的芬兰公民支持继续实施征兵制度。这种全民防御意识成为芬兰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芬兰并没有在国防上投入巨额开支。回看20年来的芬兰国防开支数据，其实在北欧4国中并不算突出，甚至低于瑞典、挪威和丹麦。征兵制度确实有利于节省成本。正因如此，芬兰可以征召数十万训练有素的士兵，但不必向他们支付全职工资。芬兰人在装备采购支出上也十分精明，他们总是在合适的时机采购装备，以获得最优惠的价格。简而言之，这个国家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打造出了一支卓越的军事力量。在陆军方面，芬兰陆军目前装备约650辆坦克，其中约200辆为德国制造的豹 2A6 和豹 2A4 主战坦克。这些现代化坦克构成了芬兰陆军重型装甲力量的核心。芬兰还拥有被广泛认为是西欧最强大的炮兵部队，其炮兵部队装备总数约为1500件火力系统，其中包括约700门榴弹炮与加农炮，约700门迫击炮，以及约100套重型与轻型多管火箭发射系统。
这一规模庞大的炮兵力量使芬兰具备极为强大的远程火力压制能力。与此同时，芬兰近年来对韩国制造的 K9 雷霆自行榴弹炮表现出高度满意，已采购96门，以进一步提升炮兵机动性与火力反应速度。在装甲车辆领域，芬兰同样具备强大的自主生产能力。芬兰的大多数装甲运兵车均为本国帕特里亚公司生产的 AMV 模块化装甲车辆。这种装甲车辆具备高度模块化设计，能够适应多种战斗任务需求，同时兼具优良的防护性能与机动能力。由于芬兰的地理环境，芬兰军队早已习惯寒冷气候。芬兰列兵旅精通北极作战训练，这在北极地区是一项巨大的优势。芬兰军队包括无敌特种部队列兵团，经常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训练。在空军方面，芬兰空军目前装备16架 FA-18 大黄蜂战斗机，这些战斗机将在未来几年逐步被64架 F-35A 隐身战斗机所取代。F-35A 战斗机的交付工作将于今年正式开始。这一升级将使芬兰空军获得隐身作战能力、先进的传感器融合能力以及更强的空中作战优势，从而显著提升其整体空中防御水平。芬兰海军规模相对较小，但其核心任务是保卫国家领海与沿海地区安全。目前，芬兰海军约有20艘巡逻舰和近海作战舰艇，以及大量支援舰艇和登陆艇。此外，芬兰海军还装备5艘布雷舰和3艘卡坦帕级扫雷舰。芬兰复杂的海岸线地形由大量岛屿、礁石和浅水区域构成，非常适合开展水雷战。此外，芬兰海军还装备8艘快速攻击艇，具备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。其中4艘哈米纳级快速攻击艇正在进行中期升级，升级后将配备先进的作战系统，从而进一步增强芬兰海军的整体战斗力。与此同时，芬兰正在建造4艘新型波赫扬马级多用途轻型护卫舰，这些护卫舰具备远程水面作战、反潜作战以及布雷能力，并能够在波罗的海严寒的冬季环境中持续执行作战任务。该项目原计划2028年完成，但芬兰媒体报道称，该项目的完成时间可能将推迟到2029年。与人口规模是其25倍以上的俄罗斯相比，芬兰每年约60亿至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显得相对有限。为了弥补资源上的差距，芬兰制定了一项以全面安全为核心的国家防御政策。这一政策强调国家防御不仅仅是军队的责任，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任务。该体系通过整合政府机构、商业组织、教育机构、公民社会以及武装部队的资源，以确保在战争或危机发生时，整个社会能够维持正常运转，并具备持续抵抗能力。芬兰政府设立了为期3周的国家国防课程，广泛邀请民众参与，以增强其国家安全意识与危机应对能力。此外，芬兰政府推广所谓72小时准备概念，要求普通家庭具备在国家援助中断情况下独立生存至少72小时的能力，这包括储存足够的食物、饮用水以及基本医疗用品，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的抗风险能力。目前，芬兰全国拥有超过5万个避难所，可容纳约 85% 的人口，其中约 75% 的避难所为私人建筑的一部分。这是由于芬兰法律规定，任何面积超过1200平米的建筑物都必须配备避难设施。在和平时期，这些避难所通常被用作停车场、体育馆、地铁设施或健身房，但在危机情况下，它们能够在72小时内迅速转化为防护设施。此外，全面安全政策还特别强调应对信息战和混合战争的能力，以防止敌对势力通过信息操控、经济压力或社会分裂削弱芬兰国家稳定。俄乌战争的爆发促使芬兰于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，这标志着芬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变。芬兰为北约带来了高度成熟的国防体系以及强大的动员能力。芬兰与俄罗斯之间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界，使北约能够直接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军事力量，并大幅增强其在北欧地区的战略存在。同时，北约能够更有效地控制波罗的海关键海域，从而限制俄罗斯海军在圣彼得堡与加里宁格勒之间的行动自由。
此外，芬兰的加入也进一步增强了北约在北极地区的战略优势。同时，在北欧防务合作框架下，芬兰已经与挪威和瑞典建立了长期而稳定的军事合作关系，从而显著提高了地区整体防御能力。芬兰长期秉持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防御理念，即使是最大的熊，也不会轻易攻击豪猪。这一战略思想并非追求与强国军力对等，而是通过构建强大的防御能力，使任何潜在侵略者必须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。俄乌战争爆发后，欧洲各国纷纷开始重建其军事力量，而芬兰却发现自己无需重新开始，因为他们的军事能力从未被削弱。芬兰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，并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。正是这种长期坚持的国家防御理念，使芬兰成为当今欧洲最具实战准备能力的国家之一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